钱不是万能的，不过没钱就很头痛。大家好，我是王博士。想象一下，你打开你的退休账户，看到你的 401k、LA 和其他储蓄账户里一共累积超过了150万美元，这将是无数储蓄者梦寐以求的那一刻。但在美国，到底有多少人真正跨过了这个7位数以上的终点线？今天我们将查看最新数据，我们会拆解关于这个难以企及的150美元俱乐部背后的数字，并且告诉你是什么习惯让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继续看下去，你会知道这个俱乐部到底有多大，是谁在里面，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我也会和大家分享本周内就能开始提高你加入这个俱乐部概率的具体步骤。首先呢，为什么150万美元这个数字如此重要？根据去年的数字，在美国，人们认为需要146万美元，也就是大概150万美元才能舒适的退休。这个数字其实非常合理，下面我来解释为什么。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25年9月发布的最新估算，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83730美元。在退休后，你每年能从投资组合中提取不超过4%。在长期大概30年内，通常可以维持资金不耗尽，所以按照这个4%的可持续提取法则，150万美元每年可以提供约税前6万美元的退休收入。此外，根据最新的数据，退休人员的社会安全金 （Social Security） 平均每月大约为2000美元，也就是一年24000美元。那么加上之前的6万美元，就是大概84000美元，大致能够替代美国家庭的中位收入。其实越来越多的人退休后还要继续工作，因为退休金不足以支持生活。如果你不想继续工作，那么攒够150万美金就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数字。很多人都听说过100万退休账户，但正如刚才提到的，150万美金才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数字。所以在美国，到底有多少人的退休账户余额已经超过了150万美元？那我们一步步的去估算下这个数字，而且这个数字比你想象的更加稀有。我们首先从最直观、最有真实感的地方看起。美国最大的退休账户托管机构 Fidelity 富达投资，根据 Fidelity 2024年第3季度和第4季度的最新数据，401k 的100万富翁大约是53万到54万个账户。LA 的100万富翁大约是34万到39万个账户，加起来光在 Fidelity 这一家平台里就有大概88万到94万这个100万级别的退休账户。这里边有一些人刚过100万，但也有很多人已经涨到了150万、200万甚至更高。华盛顿邮报引用 Fidelity 的数据还提到，401k 100万富翁的账户中位数大约是160万美元。LA 100万富翁的平均余额大约是18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 Fidelity 里边，至少一半的账户是余额超过150万美元的。所以保守估计 ，Fidelity 大概有40万到50万个账户的余额，其实已经超过了150万美元。Fidelity 是全美最大的退休账户托管机构之一，他们服务大约2400万名储蓄者。规模大概占美国整个退休账户市场的1/3，所以推算下来，全美国超过150万的退休账户数量，大概就在90万到150万这个范围里边。美国现在大概有1.33亿个家庭，如果全美有90万到150万个账户超过150万美元，那换算一下，就是大概每100个家庭里边有1个家庭做到了这一点，占比大概是0.7%到1.1%。所以150万美元退休俱乐部它不是神话，它真的存在，它稀有，但并不是遥不可及。那么哪些人一般拥有150万美元以上的退休储蓄呢？第一类是 Baby Boomers， 就是婴儿潮一代，大概61到79岁。从 Fidelity、CBS 等等的报道都一致显示，100万退休账户100万以上的主力几乎都是婴儿潮一代。原因很简单，他们工作了35到45年，缴费最久，经历过多次长的牛市，公司匹配吃得最足，收入高峰期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现在余额超过100万、150万甚至200万的退休账户，大多数来自于这个年代。第二类是 Gen X 时代，大概是45到60岁，正在快速追赶。Fidelity 的数据指出，连续储蓄15年的 Gen X，2024年年底的平均退休账户的余额是58万9400美元，一年增长了18%。这意味着他们正处于退休储蓄的加速期，复利在他们的身上开始起飞。未来的10到15年
将成为突破150万的主要人群。简单来说 ，Baby Boomers 是现在的主力 ，Gen X 是未来的主力。那么典型的 401k 百万富翁具有什么特征呢？根据 Fidelity 2025年第二季度以及多个机构的数据，典型的 401k 百万富翁通常有以下共同点：第一，投资时间长，他们的退休账户通常已经运作了25年到30年以上；第二，贡献率高，他们的总储蓄率包括作为员工和作为雇主，通常约为14%到19%。2024年的 401k 平均的储蓄率为14.1%，距离 Fidelity 推荐的15%的黄金标准只差1个百分点。第三，坚持不动，熊市不抛售，他们不会因为市场下跌而卖出，而是持续投入。第四，能够获得雇主匹配或者利润分享，约80%的百万富翁从雇主贡献中受益 ，Employer Match 或者 Profit Sharing。这是他们财富增长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第五，税务多元化，约有1/3的百万级账户持有 Roth， 为未来的税务灵活性做准备。第六，属于少数，2024到2025年只有约2%的 401k 账户持有人，以及2.5%的 IRA 的持有人拥有100万美元以上的余额，但他们的行为模式是所有人都能模仿的。那么典型的 401k 百万富翁，他们的账户到底长什么样呢？其实无论你看 Fidelity、Vanguard 还是其他的长期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结论：第一，他们的资产配置长期保持着高股票比例，大多数100万级账户里边，股票通常占60%到80%左右，包括标普500指数基金、大型股基金以及目标日期基金里边的股票成分，因为长期复利来自股票而不是现金或者债券。第二，他们普遍持有目标日期基金。TDF 行业数据显示 ，TDF 已经成为了 401k 中规模最大的基金类型之一，接近40%的 401k 资产都在目标日期基金里边。很多人最终都达到了100万，就是因为 TDF 自动调仓、自动分散、自动降低风险，让他们长期不折腾。第三，他们用少部分的稳健资产作为风险平衡。典型的配置里边，他们也会有债券基金、稳定价值基金以及现金，但是比例不高，主要的作用是降低波动。真正创造增长的部分仍然是股票。如果你打开一位 401k 的百万富翁的账户，你通常会看到高比例股票加一个大目标日期基金加少量的稳健资产。也就是说，他们的成功不是靠预测市场，而是靠重仓股票、自动化、长期持有、不折腾。虽然美国已经有超过100万个账户累计超过了150万美元以上，但当然还有至少数千万的人也希望自己能达到这个水平。根据2024退休信心调查的媒体报道显示，在美国约有1/3的人在测算后认为他们退休至少要有150万美元，但与此同时，同一批受访者中约1/3的人储蓄不到5万美元。更有14%的人储蓄甚至不到1000美元，这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Northwestern Mutual 的数据进一步显示，在美国人们心中的退休魔法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46万美元，与2020年相比上涨了约53%。但现实却是，人们的个人退休账户的平均值已经下降到了88000美元。理想不断上升，但储蓄却没有跟上。发现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种落差已经成为当下美国退休危机的最直观的写照。前面我们谈了员工 employee savers， 那些企业主 business owners 在退休体系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根据美联储家庭金融调查，只有14.6%的美国家庭拥有私人企业的股权，也就是说，真正属于企业主自雇者的家庭其实是少数群体。但企业主在退休储蓄方面有普通雇员没有的结构性优势，他们可以通过 Solo 401k、SEP IRA、Cash Balance 等计划同时扮演着2个角色：雇员 employee 和雇主 employer， 从而实现雇员无法达到的更高的年度缴款上限。对于企业主和自雇者最常用的 Solo 401k，作为雇员，可以选择缴款的 401k 上限，在最新的一年2026年为24500美金。雇主缴款按利润比例追加，加雇主的身份一起的话，合计最高上限在2025年为7万美金。若满50岁以上，还可以额外加入 Catch Up，
可以到$8000或者更高。如果你是企业主，还可以额外使用一种企业主专用的退休计划，它的作用很简单，让你在合法的范围内存更多的钱进入到延税账户里边，远高于普通的 401k 上限。对于50多岁的企业主来说，这类计划每年可以让你存5万到15万美金，甚至更多，大幅减少所得税的支出。这就是企业主退休账户增长更快的核心原因，因为缴得多，缴得更快，缴得更灵活。在 Fidelity 最新的2024年的第一季度退休分析中，他们特别公布了小企业退休计划的状况。数据显示，在使用了 SEP、IRA、Simple IRA、Solo 401k 的小企业主与员工中，平均退休账户的余额是$152,000，平均的缴费率是8%。全美的小企业中，只有大约30%会提供退休储蓄计划，但一旦提供，参与者的退休储蓄的增长速度往往明显更快。此外，根据 Fidelity 对整体退休市场的统计，截止2024年底 401k 的百万账户大约有53.7万个， IRA 的百万账户超过了34.4万个。这些百万账户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长期的坚持缴款并使用 SEP、Simple 或者 Solo 401k 的小企业主或者是自雇者。企业主在整体美国家庭中占比只有 14.6%， 但在高余额退休账户里边，包括100万级别的账户里边，他们的出现频率明显更高。这说明企业主比普通的雇员更有可能把退休账户做到6位数、7位数甚至更高。那么这些在退休账户里拥有至少150万美元的人到底做对了什么？虽然退休百万富翁在美国仍然属于少数群体，根据美联储，在美国大约只有 2.5% 的人在退休账户达到了100万美元以上，但他们都展现出的行为模式却高度一致，而且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做到。一，他们自动化储蓄，他们几乎不依赖意志力，而是靠系统。根据 Vanguard How American Saves 2025的研究，61%的计划采用的是自动加入，45%的参与者在2024年提高了缴款率。自动递增 Auto Increase 让储蓄率每年自动提升1%到2%，这意味着即便是收入不高，也能在20到30年中达到100万级别。二，他们持续贡献12%到15%的收入，这包含了雇主匹配。根据 Fidelity 2025年第二季度的报告，401k 的平均储蓄率为 14.2%，401k 百万富翁最常见的储蓄区间正是 15% 左右，这与 Vanguard 的长期建议完全一致。退休储蓄的最佳区间就是12%到15%。换句话说，只要你能稳定达到15%左右，数学上就有机会让你进入到百万富翁的行列。三，他们大量持有低费率的指数基金。Fidelity 在2025年度的报告指出，92%的净流入资金都流向了低费率的被动指数基金。在长期来看，低成本自动化的指数基金策略胜率远高于频繁交易。四，他们不跟风，不频繁交易。2024到2025年间，即便是市场大幅波动， Fidelity 统计显示，只有 5.5% 的退休储蓄者调整过自己的资产配置。百万富翁的中位交易次数通常是0，他们把时间当作朋友，而不是把市场波动当作情绪的开关。五，他们最大化利用雇主匹配 Employer Match。雇主匹配是免费的钱，大部分百万富翁都会做到至少贡献到拿满全额匹配。在50岁以后使用 Catch Up 上限提高到$30,500美金，这是以2024年为例。长期来看，雇主匹配是他们财富增长的重要加速器。六，他们避免资金外流，提前提款、贷款是破坏复利的最大杀手。Vanguard 的研究显示，余额低于10万美元的账户，14%曾申请贷款；余额超过100万美元的账户，只有3%申请过贷款。百万富翁群体几乎很少动用退休账户，他们的资金就是一直在那里锁住并复利增长。最终可以总结为3条核心原则：第一，他们遵循一个系统，而不是靠意志力存钱，自动加入、自动递增、高储蓄率；第二，他们把长期投资变成一种默认状态，指数基金、低费率，不选择时间，不频繁交易；第三，他们尽量不破坏复利结构，
不提前取钱，不贷款，换工作不 cash out。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 ，Fidelity 统计，美国已有59.5万个 401k 百万账户，创历史新高。这些人并不是收入最高、运气最好的一群人，而是最能坚持、最能让系统替自己赚钱的一群人。你今天就可以做的一小步，就包括把储蓄率提高1%，启用自动递增，贡献要拿满雇主的匹配，了解 Roth 账户，开始做税务多元化。只要做对这些小事，未来的你也能加入百万富翁俱乐部。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别忘了订阅、点赞以及留言，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我们下期再见。